各位好，我係 Jaden， 今日想講印度最新犯罪懸疑神劇金錢騙局，真係叫人刮目相看，一上映就迅速火爆全球。洛博畫家為咗逆天改命，竟然製造偽鈔，企圖以假亂真，由此引發咗印度史上最大嘅一場金錢騙局。Sunny 係個幾有天賦嘅畫家，但佢擅長嘅唔係創作而係模仿，所有世界名畫佢都可以模仿到非常似。不過模仿始終只係模仿，佢依然只可以靠街頭漫畫艱難度日。呢日佢突然收到消息，爺爺苦心經營咗一世嘅雜誌社，由於資不抵債，即將面臨破產。爺爺都係個畫家，將自己畢生嘅才華同精力全部投入咗呢家雜誌社。如果呢家工廠倒閉，爺爺一定會失去所有生活嘅希望。為咗幫爺爺渡過難關，佢同好朋友揾咗背後嘅老闆，求對方可以延長撐錢嘅日期。但對方知道佢係畫家，竟然好衰咁嘲笑佢。呢個世界小偷都可以賺錢，畫家就點都賺唔到。Sunny 突然覺得呢個世界非常之唔公平，一般人響社會底層拼命掙扎，辛辛苦苦勤奮一世，始終難逃被有錢人階層剝削嘅命運。而嗰啲有錢人只需要坐響度就可以享受其他人嘅勞動成果，過住衣食無憂嘅生活。佢諗唔通都唔甘心，於是一個大膽嘅計劃響佢腦海裏滋生出嚟。佢要印假錢，印假錢最重要嘅一步就係模仿，而呢個係佢嘅強項。佢先仿照真錢，響圖紙上畫出一模一樣嘅圖案，連真錢上嘅微細字母佢都可以畫出嚟。就係咁，經過佢天才嘅畫畫技巧，一張真錢嘅正反兩面被成功畫咗出嚟。下一步係印刷，而佢嘅好友 Firoz 每日都響爺爺嘅印刷廠工作，比機器更了解墨水同色帶。透過兩人反覆實驗，第一批假錢終於被印製出嚟。但係呢啲假錢要響市場上流通，仲差最後一步，就係必須裝上同真錢一模一樣嘅防偽安全絲。呢啲當然難唔到佢哋啦，只要將10盧比嘅銀條裝上500盧比嘅假錢上面，一張完美嘅假錢就大功告成。為咗增加假錢嘅可信度， Sunny 又將假錢放入茶入面浸，再用吹風機吹乾，睇起嚟簡直天衣無縫。但為咗試驗呢款假錢可唔可以響市場上流通，兩人決定攞住一張假錢去鋪頭做個實驗。冇諗到老闆只係輕微一捽就察覺出問題，一張捉住 Firoz 嘅手打算將佢控制起嚟。佢哋拼命掙扎，先至好難得擺脫咗一班人嘅毒打。呢次嘅遭遇令兩人意識到問題出響張紙上面，佢哋嘅紙太薄啦，一摸就分別到係假嘅。於是佢哋四周圍揾類似真錢嘅紙，但呢種紙張根本冇可能響市場上流通。呢時 Sunny 又突然諗到，如果將兩張紙黐響一齊，咪就係一張真錢嘅厚度咩？佢哋開始將畫咗出嚟嘅錢嘅兩面分別印響唔同嘅紙上，跟住響正面穿窿穿入銀條，然後將兩張紙用特殊嘅材料黐住，再由上特製油漆增加紙張嘅脆度，最後依然係用茶浸下再自然晾乾。一張真假難辨嘅假錢正式誕生咗。佢哋又一次攞住假錢去鋪頭做實驗，呢次佢哋成功買咗一支啤酒，老闆找咗錢俾佢哋。返去嗰時佢哋開心到傻咗，開心到手舞足蹈，好似人生自此正式踏入咗富豪階層嘅行列，自由印製出足以以假亂真嘅假錢。Sunny 同 Firoz 就開始四周圍揾買家，佢哋嚟到一個建築工地，揾咗當地嘅一個幫派亞頭。一開始亞頭唔相信佢哋可以以假亂真咁做錢，驚連累到自己，但 Sunny 不慌不忙揾亞頭手下借咗兩張真錢，將假錢混埋一齊打亂咗佢，揾張假錢出嚟。如果你揾到我俾10萬你。亞頭攞響手上睇咗好耐都冇辦法分出真假，就唔再猶豫，果斷以150盧比真錢買咗500盧比假錢，定咗2000萬假錢嘅訂單。如果呢筆訂單完成，Sunny 兄弟兩個就可以賺到600萬盧比，真正嘅一夜致富。但係要諗響短時間入面完成咁大量嘅印刷工作，佢哋必須換晒依家有嘅設備。Sunny 果斷講掂咗成日同印刷設備打交道嘅叔叔，叫佢幫手制定一個採購計劃。叔叔提出唔止係設備，後期嘅紙張墨水都需要大量嘅啟動資金，佢哋一定要先借錢。於是 Sunny 揾到報紙廠嘅老闆，開門見山咁提出想借一筆錢。老闆本來打算以高利息嚇走佢哋，冇諗到 Sunny 諗都冇諗就答應咗。佢相信只要設備到手，還清貸款仲唔係易如反掌。有咗啟動資金，佢哋迅速買咗一批最新嘅印刷設備，接落嚟就係買製作紙錢嘅專用紙張。但當佢哋打電話去廠家時，對方就表示呢種紙屬於限制紙，佢哋一定要攞到政府嘅批准先至可以買。思前想後，兩人決定破釜沉舟，直接去搶。佢哋同朋友連夜僱用咗一批當地嘅古惑仔，將紙張工廠嘅保安人員全都圍起嚟，然後用卡車搶走咗一大批專用紙。一切準備妥當後，佢哋日夜趕工，冇幾耐就完成咗2000萬嘅假錢訂單。試過甜頭嘅二人更加賣力，開始唔分晝夜咁印製假錢，好快就還清咗曾撐子老闆嘅錢。
仲懶 friend 俾多咗一筆錢，借機會出咗一口惡氣，就係咁兩人就走上咗人生嘅巔峰，開始頻頻出入高級餐廳，享受金錢帶嚟嘅快感。但有一日 Sunny 響埋單時無意間用咗幾張假錢，冇諗到呢筆錢陰差陽錯咁去到銀行職員未夠手裏，佢長期接觸紙幣，對假錢嘅辨識度好過一般人，佢靈敏咁察覺到呢啲錢係假錢，同埋去咗揾餐廳前台將所有假錢帶走咗。返到辦公室佢就同同事一齊對假錢進行咗仔細嘅研究，好快就破解咗假錢嘅秘密，而且佢仲判斷出呢個唔係一個成熟嘅犯罪團隊，好可能冇咩資源，差啲基礎設備。唔止係咁，一個追捕假錢集團嘅警察 Michael 都組起咗一支專業團隊，準備將國內所有製造假錢嘅犯罪者一網打盡。其中又以 Mansour 嘅勢力最為龐大，佢幾乎控制住印度假錢嘅整個市場，唔僅僅手下眾多，而且組織嚴密，好難捕捉。為咗捉住以 Mansour 為首嘅犯罪集團，印度警方專門成立咗一個新組織偽造貨幣小組，由警察 Michael 帶領。呢個時候嘅 Michael 仲未知道，印度國內已經興起咗一個新嘅偽造貨幣組織。雖然佢哋目前只有3名成員，就響不久嘅將來成為成個印度偽造貨幣市場嘅主導。呢個組織嘅創始人 Sunny 正好忙咁四周圍揾買家，冇幾耐就接到咗新嘅訂單，對方開口就係要一大筆假錢，如果完成呢筆交易， Sunny 下世都可以衣食無憂。但係呢筆訂單嘅數量太大，上次偷嚟嘅紙根本唔夠用，為咗徹底解決紙張來源嘅問題， Sunny 揾嚟咗一個退休好耐嘅老員工，以佢嘅身份註冊咗一家公司。有咗公司做憑證，攞到買紙張嘅批准就容易好多。有咗政府批准，佢哋順利買咗一批特殊紙張，總算解決咗原料嘅問題。但係就響佢哋興霎霎咁印製假錢時，危險正正咁來臨。自從響餐廳入面發現假錢未夠，就揾咗銀行主管，要對方重視呢件事。冇諗到對方就嗤之以鼻，認為未夠響度多管閒事。但未夠就唔肯放棄，為咗查出呢次假錢嘅來源，佢決定向銀行辭職，加入咗 Michael 嘅小組。但當佢向 Michael 提出想追查餐廳假錢嘅來源時， Michael 同樣唔在意。呢個小組成立嘅初衷係捉住 Mansour 呢個犯罪集團首腦。對於其他2打6嘅偽造假錢罪犯，佢目前係唔得閒理。我哋目前只係得一個目標，就係捉到 Mansour。幾張假錢並唔重要，構成唔到威脅。但未夠就認定咗呢班犯罪者同樣極具威脅，唔可以放過佢哋。等 Michael 離開，佢偷偷攞咗個章，簽咗一份搜查令。有咗呢份搜查令，佢調動當地警察開始對全市範圍嘅印刷機進行突擊檢查。就係咁，佢哋誤打誤撞嚟到 Sunny 嘅印刷廠，見到警察出現，正響度瘋狂印假錢嘅 Sunny，佢哋突然亂咗陣腳。但佢哋又唔可以即刻停工，因為最後一批假錢仲印緊，如果中途斷電，佢哋就交唔到貨。為咗拖延時間， Sunny 嘅叔叔只可以出去同警察周旋。冇諗到未夠聽到咗奇怪嘅聲響，慢慢向倉庫走過去。就響佢貼近倉庫大門嘅嗰一刻，最後一批假錢啱啱搞掂。Sunny 及時閂咗個電閘，但未夠都係唔放心，夾硬要求打開倉庫大門。聽到大門打開嘅聲音， Sunny 同 Firoz 即刻將機器上嘅假錢全部收埋。響大門打開嘅嗰一刻，兩人總算將所有假錢都收咗入倉庫。未夠檢查得好仔細，攞住手電筒四圍翻睇。Sunny 突然諗到垃圾桶裡面嘅假錢廢紙仲嚟唔切執，如果被發現佢哋全部都插翼難逃。眼見未夠向住垃圾桶走去，佢情急之下攞住士巴拿靜靜跟響後面，隨時準備對未夠動手。好在最後關頭，未夠接到咗 Michael 嘅電話。Michael 非常之嬲咁鬧咗未夠，指佢膽大妄為。未夠只好帶埋警察一齊離開。Sunny 佢哋好彩又避過咗一劫。第二日佢哋親自揸車將假錢送到客戶手上，同埋成功攞到咗一大筆報酬。當晚兩人就嚟到酒吧盡情咁去享受。對佢哋嚟講，佢哋已經揾到咗財富嘅密碼，跨越階層已經指日可待。但係當佢哋返到去，就發現爺爺已經知道咗呢件事。老人痛心疾首咁望住佢哋，就將佢哋趕走。老人辛勤努力咗一世，絕對唔允許自己嘅家人係罪犯。兩人無比頹廢咁離開咗屋企，佢哋好似一下子由天堂跌入咗地獄，唔知道未來嘅路究竟應該點走。由細佢就被父親拋棄，由爺爺一手帶大。爺爺唔止教佢做人嘅道理，都教咗俾佢繪畫嘅技巧。對佢嚟講，爺爺就係呢個世界上最親嘅人。佢用晒所有嘅關係去揾，都冇揾到爺爺嘅蹤跡。情急之下，佢只可以冒險去警局報案。經過一番波折，總算揾到爺爺。但爺爺明顯已經出現唔記得嘢嘅症狀，連唔係好耐之前嘅事情都記唔清。醫生話俾 Sunny 知，爺爺嘅大腦冇辦法正常運作，先至影響咗佢嘅短暫記憶。要根治呢種病只可以做手術。依家好少主治呢種病嘅專家，預約起碼要1個月以上。睇住病床上嘅爺爺， Sunny 好自責。佢知道爺爺係被自己激成咁樣，
痛定思痛之後，佢下定決心唔再印假錢，自此回歸一個正常人嘅生活，同爺爺一齊過平淡嘅日子。但係命運有時根本就唔由得自己去選擇。響美國嘅主導下，偽造貨幣組織決定開始一場聲勢浩大嘅打擊假錢行動，同埋響全國金融機構入面推廣一種名叫金錢保護者嘅驗鈔系統。一瞬間，假錢響市場上嘅流通變得極為艱難。警方更係趁機一舉搗破咗多個假錢製造集團，成個市面上流通嘅假錢突然間大幅減少，企圖用假錢嘅不法分子都聞風喪膽。受影響最大嘅無疑係假錢製造業巨頭 Mansour， 佢所做嘅假錢根本冇辦法通過呢種新型驗鈔機嘅檢驗，佢嘅假錢商業帝國自此陷入咗停擺。就響呢個時候，手下突然遞過嚟一張假錢，佢睇咗半日，始終冇辦法分出真假，放入驗鈔機一驗，竟然可以順利通過檢查。Mansour 好震驚，佢立即派人查出咗呢張假錢嘅製作者竟然係唔係好出名嘅二打六 Sunny 同 Firas。幾日後 Mansour 就派人將兩個人都捉咗翻嚟，佢攞出嗰張假錢，逼問佢哋邊個先至係真正嘅創作者。Sunny 意識到唔對路，即刻一人攬晒所有罪名。Mansour 見到咁，即刻指示手下向 Firas 射咗一槍，好在子彈冇真係射到 Firas 身上。Mansour 只係諗住嚇下佢哋，之後佢將 Sunny 獨自帶咗去個廳，為咗驗證 Sunny 嘅能力，佢攞出一張自己製作嘅假錢，叫 Sunny 指出問題所在。Sunny 攞響手一睇就即刻表示呢張假錢嘅紙質係一流嘅，但上面嘅圖案係擊打出嚟，所以好粗糙，驗鈔機好容易辨認到。Mansour 聽完好開心，佢將 Sunny 帶上天台，同埋以誠摯嘅態度邀請 Sunny 加入自己嘅團隊。佢承諾有 Sunny 嘅設計加上自己嘅財富同人脈，佢哋遲早可以統治世界。但 Sunny 唔希望爺爺繼續為自己擔心，猶豫咗一陣都係拒絕咗 Mansour。Mansour 見佢唔受軟，就直情威脅佢：我會殺死你同埋你嘅屋企人，燒埋你間印刷廠，懟冧埋你爺爺。可能係畏懼 Mansour 嘅勢力，又可能係佢心入面有難以抹滅嘅貪慾，想要證明自己要出人頭地，最後都係答應咗 Mansour 嘅要求。自此 Sunny 正式開啟自己假錢之王嘅不歸路。呢次佢將目標瞄準咗響印度最新出版嘅2000盧比。呢張紙幣嘅設計比其佢紙幣都要複雜，淨係圖案就包含咗14種以上嘅唔同尺寸，仲有17種大細唔同嘅字跡，想造假嘅幾乎係唔可能嘅。但呢啲對天才畫家 Sunny 而言唔係咩嘢難事，佢迅速完成咗紙幣嘅繪畫工作。而 Mansour 擁有全世界最先進嘅印刷設備以及同真錢一模一樣嘅紙張。經過幾次嘗試，佢哋好快就做出咗一款連最新嘅驗鈔機都冇辦法識別嘅假錢。Mansour 自然好開心，佢立即聯絡手下幾名得力助手，準備全面恢復假錢嘅供應鏈，將呢批假錢盡快投入市場。隨住供應鏈嘅恢復， Mansour 手下嘅各路人馬都開始活躍起嚟。警察 Michael 都透過線人嘅舉報，知道咗 Mansour 手下第一得力助手拜魯嘅動向。此人目前正響孟加拉國，為咗捉住拜魯， Michael 透過上級部門同孟加拉國軍方取得咗聯繫，雙方共同響拜魯嘅必經之路設埋伏，準備將呢班人一網打盡。但就響拜魯佢哋即將進入埋伏圈時，狡猾嘅拜魯似乎察覺出異常，突然落車睇下情況，之後佢就響唔係好遠發現咗一道軍用車嘅胎痕，佢即刻翻上車掉頭就走。得到消息嘅 Michael 立即展開追擊，雙方好快響森林入面相遇，一場激烈嘅槍戰即刻上演。好在孟加拉軍方之後趕到，迅速咁將呢班人圍咗起嚟。一開始呢班人仲諗住反抗，但有幾個人陸續被擊斃，剩低嘅人見大勢已去，紛紛繳械投降，只有拜魯趁亂逃走咗。Michael 點會可能放過佢？經過一番捨命嘅追捕，拜魯終於落網。隨住拜魯嘅被捕， Mansour 損失咗一名大將。更重要嘅係，如果被拜魯出賣，佢肯定性命不保。冇諗到呢件事竟然驚動咗 Mansour 幕後嘅真正大佬，佢哋派咗一個背景雄厚嘅女人 Sarah 嚟向 Mansour 問罪，同埋準備安排自己人頂替拜魯嘅位置。雖然 Mansour 對 Sarah 唔敢有任何得罪，但頂替拜魯嘅人選佢已經確定咗，唔可能俾其他人決定。Sarah 走後， Mansour 意識到咗問題嘅嚴重性，如果處理唔好，佢好可能會被幕後老闆拋棄。於是佢冒險由國外偷偷潛翻入國內，就係為咗揾 Sunny 幫忙。之前佢動用私人關係幫 Sunny 嘅爺爺揾咗個專家，順利為爺爺做咗手術，而 Sunny 為此一直留響國內照顧爺爺。知道 Mansour 有難， Sunny 咩都唔講，表示願意聽候 Mansour 差遣。Mansour 於是為佢安排咗一個任務，叫佢諗辦法滲透 Michael 嘅團隊，咁就可以隨時掌握佢哋嘅動向。Sunny 諗都冇諗就答應咗。叔叔知道 Sunny 仲繼續做緊假錢，對佢好失望，但 Sunny 已經深陷其中無法自拔，佢甚至大鬧叔叔。金錢嘅誘惑已經叫佢逐漸失去咗自我。
響 Mansour 嘅幫助下 ，Sunny 開始接觸 Michael 團隊入面嘅核心成員之一。憑藉住靚仔嘅外表同幽默嘅談吐，佢迅速咁獲得咗佢嘅好感，兩人聯繫逐漸增多。Sunny 揾準機會靜靜咁響美國電話入面安裝咗一款竊聽程式，自此美國嘅一舉一動都響佢嘅掌握之中。而另一邊 ，Michael 透過拜露知道咗一則重要消息，有個綽號大師嘅人為 Mansour 製作咗一批新假錢，之後就會流入印度市場。雖然 Michael 呢個時候唔知道大師就係 Sunny， 但所有嘅證據都表明有一批總面值1200億盧比嘅假錢即將流入印度。假錢重達60噸，可以將一間好大嘅辦公室填滿。如果呢批假錢流入市場，成個印度嘅經濟將遭受唔可以估計嘅損失。負責偵破呢起案件嘅係印度一個最新成立嘅部門——偽造貨幣組織。雖然聽起嚟呢個部門冇咩特別，但關鍵時刻佢哋可以調動全國政府部門嘅力量協同參與辦案，權力唔簡單。為咗阻止呢批貨入境，佢哋即刻聯繫海關，要求將所有邊境海關都納入監控範圍。但凡有大貨入境，都必須上報同埋嚴格檢查。唔單單係咁，佢哋都由拜露口中知道咗 Mansour 最有可能選擇嘅走私路線。但係 Michael 啱啱下令對呢條路線嚴加監控，Sunny呢邊就透過監控美國嘅電話知道咗呢個消息，立即換咗一條新嘅走私路線。不過 Mansour 手下都有 Michael 嘅線人，一旦 Sunny 更換路線 ，Michael 同樣能夠第一時間得到消息。咁樣嘅話，佢哋只可以唔停咁改變路線，玩起咗貓捉老鼠嘅遊戲。變換幾次路線之後，Sunny 確定 Mansour 身邊一定有警察嘅線人。Mansour 知道消息就安排秘密調查人手，有必要趁早揾到內鬼。而 Michael 同樣察覺到唔對路，佢將團隊入面所有人嘅電話都收晒，逐個檢查。響查到未夠時，佢發現聊天記錄入面有一個人好可疑。呢個係邊個？係一個好朋友，好好嘅朋友。我可唔可以攞翻我個電話？調查最後都不了了之。就響 Michael 一籌莫展時，邊境部隊突然傳嚟消息，佢哋攔截咗一架卡車，響車上發現咗大批假錢。Michael 即刻帶人去現場。呢批假錢雖然數量唔多，但係海關破獲嘅第一批假錢，連媒體都出嚟進行跟蹤報導。幾乎同一時間陸續有幾個海關破獲其他假錢，數量唔算大，但總數加起嚟都有3.2億盧比，係印度有史以嚟破獲最大假錢嘅數量。但係破獲嘅次數越多， Michael 就越覺得好激氣。佢唔覺得 Mansour 會咁蠢。同樣心存疑慮嘅仲有美國，佢發現近期查獲嘅呢批假錢都係 Mansour 之前無法響市面上流通嘅存貨，最新製造出嘅假錢一張都冇出現過。佢相信係 Mansour 故意放嘅理由，嗰批最新嘅假錢一定仲響某條走私嘅路上。事實都正係咁，既然之前嘅所有路線都唔可以用， Mansour 靈機一觸決定採用特洛伊木馬戰術，表面佢安排大批人手故意跟之前走私嘅路線運輸無辦法流通嘅假錢，引警方注意。暗地裏佢安排Sunny買一艘即將開往印度報廢嘅貨船，準備走海路偷偷咁將呢批假錢運入國內。原本嘅計劃可謂天衣無縫，但係當貨船即將抵達原定嘅港口時，呢度突然出現咗大批警察四周圍禁檢查貨船。為咗以防萬一，佢哋只可以更改路線，但貨船上嘅燃料唔足夠，佢哋根本冇辦法駛到其他港口。就響呢個時候，Sunny有另一個大膽嘅計劃，佢叫貨船直接駛入孟買港，但船未真正靠岸時，就響附近海域將3個大貨櫃嘅假錢沉入海入面。之後佢哋坐快艇離開咗貨船，唔理貨船隨波逐流自生自滅。當晚佢趁住夜深人靜，安排人手根據貨櫃上嘅追蹤器揾到3箱假錢，再將佢哋偷運上岸拉去安全嘅地方。就係咁，佢哋神不知鬼不覺將呢筆重量達60噸嘅假錢成功偷渡入咗國內。自從將價值1200億盧比嘅超級假錢偷渡入國內，呢個名叫 Sunny 嘅假錢大王就正式步入咗人生嘅巔峰，徹底實現咗瞓響錢堆入面，住入大豪宅，出入有豪車嘅有錢人生活。當然有錢之後嘅 Sunny 都冇忘記爺爺，佢唔止出資維持爺爺報社嘅正常運作，仲請人將爺爺創辦嘅報紙同步更新到網絡，引起更多人嘅關注。對佢嚟講，呢個係延續爺爺嘅夢想，都係自己之所以會做假錢嘅初衷。但叔叔知道 Sunny 仲做緊違法嘅事，佢再一次苦口婆心咁勸 Sunny 收手，仲話俾 Sunny 知佢只係嗰班人利用嘅棋。但係人嘅慾望一旦被放大，又點會咁容易就收手呢？雖然 Sunny 已經初步實現咗自己嘅夢想，但仲有一件事令佢好苦惱。響同美國接觸嘅過程中，佢發現自己已經冇得夠咁愛上咗呢個女仔。隨住接觸嘅增加，兩人嘅關係都迅速升溫。可能係心有愧疚，
佢偷偷刪咗之前安裝響美嘅電話入面嘅程式。雖然佢知道自己同美嘅唔可能走到最後，但佢都係想努力保護好呢份感情。美嘅對呢一切自然係完全唔知情。佢無意間睇到幾個月前響餐廳收到嗰張嘅假錢，透過仔細對比，佢有咗一個驚人嘅發現：之前嘅假錢同最近市面上流通嘅超級假錢竟然係出自同一個人嘅手。呢位綽號大師嘅犯罪天才響兩張假錢嘅圖案入面都靜靜咁留低咗同一個字母。呢個係畫家常用嘅技巧，唔只係為咗炫耀，更係為咗宣誓主權。順住呢條線索 ，Michael 揾到一位私藏有大批加層假錢嘅官員，佢嘅假錢都係由 Sunny 手中直接買過嚟嘅。Michael 諗盡各種辦法，終於講服咗佢，叫佢諗辦法協助警方將大師約出嚟。於是佢揾咗上次嘅聯絡人，表示想再買10億假錢，同埋指明要大師親自送貨。Sunny 知道咗之後，隱隱感覺唔對路，所以冇即時答應，表示自己要用1日嘅時間嚟考慮一下。同時 Sunny 為咗小心起見，冇採用到 Mansour 之前嘅分銷渠道，而係靠自己逐步開拓出新嘅市場。咁樣一嚟，最新嘅假錢好耐都賣唔出幾多，冇諗到咁樣會引起 Mansour 幕後老闆嘅不滿。佢哋再次派出代言人 Sarah 出面協調。Sarah 唔客氣咁教訓咗 Mansour， 言語中已經態度鮮明，如果 Mansour 唔能夠響短時間內打開銷路，咁佢呢個位就只可以叫第二個做。Mansour 急起嚟，唔顧個人安危就嚟到印度，唔單單睇晒所有戶口，仲親自督促 Sunny 要佢盡快將假錢投入市場。就響呢個時候，一名下屬突然向 Mansour 報告，佢哋揾到警察安插響佢哋身邊嘅線人。Mansour 咩都冇講，當眾一槍就搞掂咗佢。隔離嘅 Sunny 同 Firoz 邊度見過呢種場面啊，當場就嚇傻咗。但是以至此，佢哋都只可以繼續諗辦法盡快將銷路打開。就係咁 Sunny 終於同意咗官員嘅請求。佢哋完全冇有意識到呢張巨大嘅網就此向佢哋慢慢撲過嚟。警方精心設局規劃咗一場交易，同埋將交易嘅地點定響一個停車場，仲提前佈置天羅地網，只等大師嘅現身。因為刪咗美嘅電話上嘅監控程式，大師 Sunny 對此並唔知情，但為咗小心起見，佢仲係同 Firoz 分別揸咗2架車嚟到停車場。佢要 Firoz 將車停響第2層等消息，自己一個去第6層先探聽虛實。之後佢通知買方到停車場第6層進行交易。冇幾耐，對方嘅車果然出現咗。Sunny 正準備揸車靠近對方，冇諗到半路就見到一個熟悉嘅人，竟然係美㗎。Sunny 立刻覺察到呢個係警方嘅陷阱，於是迅速倒後準備離開呢度。而監控室入面負責指揮嘅 Michael 即刻下令攔截呢架車。Michael 加大油門向樓下衝落去，警方則全面出擊，窮追不捨。好在 Sunny 提前有所準備，佢好快咁將車停響第2層，然後坐上 Firoz 嘅麵包車，企圖蒙混過關。但 Michael 都透過監控鎖定咗 Sunny 嘅位置，佢將所有嘅警力都調到第2層，準備展開地毯式搜查。眼見警方越嚟越近， Sunny 同 Firoz 即刻換咗一身衫，然後冒險揸車準備放手一搏。佢哋準備離開嘅時候，就被 Michael 攔咗落嚟。你哋響度做乜嘢？我哋係清潔公司㗎，俾張身份證我睇下。呢張係我嘅，呢張係佢。響檢查完2人嘅證件後，佢哋準備離開，但 Michael 突然聽到對講機傳嚟消息，話之前逃走嘅嗰架車揾到啦，但司機就唔見咗。Michael 捉住 Sunny 準備帶返去盤問。Firoz 即刻加大油門就衝咗出去，2人不顧一切咁橫衝直撞，好險咁逃出咗停車場。但架車響城市道路好快就被車流塞住咗，跟響身後嘅警察直接落車追佢哋，見到警察就嚟趕到，2人好心急咁諗辦法。好在呢個時候車流開始向前移動，佢哋即刻揸車走。警察見到咁，都紛紛掉頭繼續揸車去追。好唔容易經過擠擁路段之後，佢哋瘋狂飆車試圖擺脫警方嘅視線，但係身後嘅警車就越嚟越多，再咁樣落去，佢哋注定插翼難逃。危急關頭， Sunny 又諗到一個辦法，佢叫 Firoz 打開後尾箱，將假錢全都撒出去。身後嘅人見到無數嘅錢從天而降，全都瘋狂撳落車搶，霎時間成條路塞住咗，搞到水泄不通，無數嘅警車都因此被穩住咗。就響佢哋以為危機已經解除嗰時，佢哋嘅車就唔小心撞到路邊嘅石壆飛咗出去。佢哋2個並無大礙，迅速咁爬出車外，消失響擠擁嘅搶錢大軍之中。呢次嘅失手並冇令 Michael 喪失信心，相反佢越戰越強，迅速準備咗新嘅對策，利用呢次事件將幕後黑手 Mansour 嘅犯罪事實透過媒體公諸於世，目的係要 Mansour 徹底出名，越出名 Mansour 就越難的埋。呢一招好快起咗作用， Mansour 背後嘅政治力量見係咁，就拋棄咗佢，同埋準備將佢引渡回國，交由印度政府自行處置。Mansour 好心急，佢開始咗最後嘅自救之路，但在此之前佢必須先解決 Sunny 同 Firoz， 畢竟呢2個人掌握咗佢所有嘅核心機密，佢絕對唔可以俾呢2個人落入警方手中。但 Sunny 都唔係咁好對付，
就響 Mansour 派出嘅殺手準備動手時，Sunny 僱用嘅一班幫手都趕到，憑住人多勢眾，佢哋成功被救咗出嚟。逃出生天嘅 Sunny 即刻打電話俾叔叔，叫佢快啲將爺爺帶走，但係佢都係遲咗一步。Mansour 已經派人一把火燒咗爺爺嘅雜誌社，爺爺都不幸響大火中遇難。Sunny 徹底被激嬲咗，佢本來諗住利用手中嘅畫筆為爺爺帶嚟更好嘅生活，冇諗到就害死咗爺爺，自己都注定要亡命天涯。事已至此，佢唔會再有任何顧忌。佢叫 Firoz 先走，佢會去車站同佢會合。佢根本冇諗過要離開，佢自己一個嚟到 Mansour 嘅工廠。今日佢一定要同 Mansour 做個了斷。響接連剷除幾名守衛後，Sunny 打開咗堆放所有假錢嘅倉庫，然後佢故意打通咗 Mansour 嘅視訊電話，當住佢面一把火燒晒所有嘅假錢。既然罪惡由佢而起，佢就一定要親手毀掉。但係 Mansour 仲係死唔斷氣，佢哋之間嘅恩怨注定唔會就此一筆勾銷。更多神劇解說，記得訂閱與神 TV， 我係 Jaden。鍾意就記得 subscribe 啦，我哋下條片見。